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周三在日内瓦会晤。此次会晤不但是美国新政府就位以来两国的最高级别互动，也是时隔将近3年来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拜登和普京在日内瓦格朗日公园一座18世纪的乡间别墅见面。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照片，双方的见面场地布置精美。据现场画面显示，这场高规格的峰会从一场小规模会议开始。拜登是与普京见面的第5位美国总统。2016年，普京曾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见面。此次日内瓦会晤前，拜登在与瑞士联邦主席居伊·帕莫林会见时，自信地表示已经准备好了这场会面，称时刻奉陪。除了普京和拜登，参与会晤人员还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据俄方公布的名单，俄罗斯代表团还包括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和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等。预计整个会谈将持续约5个小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空军1号上透露说，两位领导人将没有正式用餐时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与拜登1对1会谈期间，美国方面准备了汉堡当作正餐。两人的餐叙持续了约20分钟，双方谈话的重心集中在家人、人生经验等私人话题。在日内瓦峰会之前，两人分别在公开场合对外释放信息。拜登在北约峰会上表示，如果普京愿意的话，在某些领域我们能够合作；如果他选择不合作，我们会有所反应。拜登表示，日内瓦峰会的意义在于给俄方画红线。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称，画红线是一个可预见但是有风险的策略。如果画红线，那需要有惩罚机制，并且在对方越过红线时准备好实施惩罚。该网站举例称，奥巴马就曾给叙利亚画过红线，化学武器的使用，但是对方越过红线时，奥巴马什么都没有做。而据华盛顿邮报预测，普京也会划定自己的红线。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认为，普京的红线包括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在乌克兰部署军队、西方对于白俄罗斯的干涉。普京在接受美国 NBC 的专访中谈到陷入谷底的俄美关系、网络攻击、西方对俄罗斯人权的攻击等问题。对于普京的回答，有美媒用咄咄逼人形容，称这发出了一个峰会不被看好的信号。俄罗斯联邦新闻通讯社援引俄政治学家格拉申科夫的话说，此次采访让人联想到与拜登谈判的彩排。美国意识到其年迈的总统可能无法在会谈中压过普京，因此决定提前公开提问，而采访的方式几乎像审讯一样。俄学者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称 ，NBC 记者提出的问题充满信息战和心理战因素，特别是提到俄政府参与暗杀纳瓦利内的问题。There is also non-systemic opposition. You have said that some people have been detained, some people are in prison. Yes, that is all true. You've mentioned certain names. Yes, I will talk about it. I will not leave any of your questions unattended. Can I ask you? May I just ask you a direct question? Did you order Alexei Navalny's assassination? Of course not. We don't have this kind of habit of assassinating anybody. That's one. Number two is, I want to ask you, did you order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the Congress and who was shot and killed by a policeman? 华盛顿邮报用2个形容词形象概括了两国总统会面前的状态：拜登壮足了胆，而普京气定神闲。该报称，普拜会是拜登欧洲之行的大结局。他已经见过了 G7 和北约的领导人，被盟友的团结所鼓舞。拜登周一就表示，他们相信我会遵守我的承诺。俄美峰会就是安排在这个 G7 峰会和美欧峰会之后呢，美国其实最重要的考虑还是在安抚拉拢这个他的就是欧洲盟友，就是展示一种对欧洲盟友就是保障安全的一种姿态。有关会谈的议题，据今日俄罗斯消息，双方将讨论包括新冠疫情、顿巴斯战争及打击网络犯罪等。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周二宣布峰会计划时称，将会把中东地区、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地区问题留给甜点时间去讨论。英国卫报报道称，虽然两人有许多话题雷区，但都会小心翼翼，避免创造什么让人震惊的负面新闻。此外，美国白宫方面放出消息称，会晤过后，拜登将单独举行记者会。俄罗斯方面也表示，普京同样将单独举行记者会。
这也就意味着两位领导人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在3年前的赫尔辛基，普京和特朗普曾在会晤后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美国 CNN 报道中给出的解释是，不举行联合记者会的决定是白宫官员推动的。美国官员们非常在意普京表现的看起来比美国总统更胜一筹的可能性，他们同时想避免两位总统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有观察注意到，从此次俄美元首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双方尤其是美方的基本考虑。会晤的时间被安排在拜登为期将近1周的欧洲系列互动之后，颇令人玩味，大有代表欧洲盟友应对俄罗斯所谓威胁的架势。而双方将普拜会的地点选择在瑞士日内瓦，也传达出一些明确信号。1985年，当时的苏美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就是在日内瓦举行了首次会晤，随后才推动签署了中导条约。此外，瑞士是中立国，日内瓦是多个国际组织的所在地，是一个国际城市。选择此地举行会晤，无疑充分体现了俄美两国的对等、平衡以及此次会晤的所谓国际影响。观察认为，拜登政府的对俄态度事实上具有一定的两面性，一边要通过对俄强硬喊话来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发出美国要所谓捍卫欧洲盟友的信号，进而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一边却希冀着与俄罗斯展开某种领域的必要合作。对俄罗斯而言，面对极为善于设置议程的拜登政府，当然也有动力再次明确自身的战略底线，强调在战略稳定方面自身参与的关键意义，同时也警告美国与北约不要做出威胁俄罗斯地缘政治安全性的决定。在接受 NBC 采访时，普京就明确表示，北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已经过时。As far as NATO, I have said on many occasions, this is a Cold War relic. It's something that was born in the Cold War era. I'm not sure why it still continues to exist. There was a time and there was some talk that this organization would be transformed. Now, it has been kind of forgotten. 在回答有关俄军演引发北约关切的问题时，普京表示，北约不断东扩，并且在与俄边界毗邻地区部署军事基础设施，而俄罗斯从未采取侵略性的举动，未对美国和欧洲构成威胁。We're conducting war games on a regular basis, including sometimes surprise military exercises. Why should it worry the NATO partners? I just don't understand this. 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你好，那么目前呢，美俄元首普拜会仍在日内瓦进行，那么您对这次峰会有什么观察呢？拜登和普京的日内瓦会晤可以说是这次拜登欧洲之行最后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次会晤，甚至可以说在此之前进行的一系列会晤和峰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这次日内瓦会晤进行铺垫。尤其是拜登在飞往日内瓦之前与欧盟领导人会晤，其象征意义就在于美国代表欧盟甚至北约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携盟友来威慑俄罗斯，这样的套路拜登用了不是第一次了。当然，对于拜登的小心思，俄罗斯并不买账。在会晤之前呢，俄罗斯大大降低了美俄首脑峰会的预期，认为双方不会达成协议，这无异于给拜登打脸。对于两国领导人来说，此次峰会首先是一场备受关注的外交秀。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首脑外交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和表演性。双方能否实现外交妥协，主要依靠双方职业外交官的努力。但是现在双方都在降低预期，显然对于实现外交妥协或者就有关议题达成的重大突破，几乎是不抱希望。与其说双方为了实现重大的外交成果，不如说是借此机会各自陈述立场。会后双方也不会举行联合记者会，而是各自见媒体。这次日内瓦会晤如果能够实现双方关系的触底，其实也算是重大的突破了。这也是美方为何一直强调要构建可预测的美俄关系的原因。